莊子所推崇的智慧中最通透的活法，莫過於心不受力，擺脫三種心境，如此方能逍遙自在。世間諸事猶如風雲變幻，瞬息萬變，我們每日都得直面形形色色的挑戰。這些挑戰或來自利欲功名的誘惑，或源於榮辱得失的無常，無人能在這場人生歷練中置身事外。然而，莊子指明，萬物無足以撓心者，故靜也。外界變化無窮，但只要內心不被牽動，人便能尋得真正的寧靜。不被物質所累，不被慾望所傷，方可悠然行走世間，活得逍遙自在。一，不為名利亂心。莊子雜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：孔子問顏回：你家境清寒，生活窘迫，為何不外出為官呢？顏回回應道：耕種足以維持生計，彈琴能讓我心生愉悅，學習更使我快樂，所以我不想做官。孔子不禁感慨：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。這世上大多數人都熱衷於追求美名與高位，渴望權力與富貴，尚未得到時滿心憂慮，整日被執念纏繞，得到之後卻又欲求不滿，內心始終不得安寧。可人生在世，名利終究如夢幻泡影，忘卻身外之物，方能不被誘惑左右，始終堅守本心。宋朝諫臣劉安世師從司馬光，為官多年，剛正不阿。有時他向皇帝諫言，惹得皇帝龍顏大怒，他也毫不畏懼，待皇帝怒氣消散後，還會再次進諫。正因如此，他得了殿上虎的稱號，朝堂之上眾人皆對他敬畏有加。曾有人以高官厚祿誘惑劉安世，勸他多為子孫考慮，他卻果斷拒絕：若為子孫打算，我便不會如此。我只想成為元佑年間問心無愧之人，這樣到了九泉之下，也好面見我的老師司馬光。在劉安世看來，為官應是為百姓謀福祉，而非為自己謀私利。身處高位，反而可能畏縮不前，迷失初心。就這樣，他一心一意為百姓做事，雖一生位居高位，卻深受百姓愛戴。為後世傳頌，莊子說：不與物交，逆然以至足，不被身外之物擾亂內心。這是恬淡的至高境界。君子的志向從不在名利角逐之地，因為他們深知，人活着除了物質需求，內心的富足更為重要。當世人都在追名逐利，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忙得不可開交時，真正通透的人早已超脫外物的束縛，不再因得失而煩惱，身心便獲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。二，不被是非擾心。莊子外篇裡有個叫士成奇的人，他因仰慕老子的智慧前去拜訪老子，卻見老子不修邊幅，家中雜亂無章。失望之餘，他忍不住譏諷道：別人都說你有超凡智慧，可依我看，你跟老鼠沒什麼兩樣。本以為老子會生氣，沒想到老子根本不予理會。士成奇討了個沒趣兒，只好灰溜溜地離去。第二天，士成奇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妥，便來找老子道歉。老子依舊神色淡然，回應道：你罵我什麼都無妨，因為我還是我，既不會受影響，更不會因此改變。在這喧囂的世間，每個人都會遭遇非議與偏見，若總是被他人言論牽着走，內心便會如波濤中的小舟，起伏不定，永無安寧。所以莊子告誡世人，不遣是非，以與世俗處，不必執着於世間的是非對錯，只要自己問心無愧，自然不會為此所累。清朝時，常州有位魏大夫，一次他去病人家中看病，離開後，病人發現丟了10兩銀子，病人的兒子前往魏大夫家索要，魏大夫並未辯解，直接把錢還了回去。此事過後，外界對魏大夫的詆毀聲不絕於耳，可他卻泰然自若，毫不在意。後來
病人痊癒打掃床底時，發現了那10兩銀子，這才意識到錯怪了魏大夫。父子倆一同來到魏家道歉。病人的兒子疑惑地問：明明是我污蔑了先生，為何先生甘願背負污名而不解釋呢？魏大夫微笑着說：我知道你父親一向勤儉，得知丟了銀子，病情定會加重。而作為醫者，我的首要使命是治病救人，那些是非又有何妨呢？父子倆聽後感動得涕淚橫流，而魏大夫也因此獲得魏大善人的稱號，在十里八鄉聲名遠揚。莊子說：舉事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事非之而不加沮。世人讚譽我，我不會因此更加勤勉；世人非議我，我也不會因此沮喪消沉。真正通透之人能包容外界的各種言論，因為他們明白他人的評價並非真實的自己，自身本質也不會因他人言語而改變。與其為此忐忑不安，不如坦然面對，任流言蜚語隨風而去，從他人的評價中解脫出來，內心不被擾亂，任何流言都無法傷害到你。3. 不因無常憂心。人生百年，興衰有定數，得失難以預料。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，擔憂在所難免。但莊子說：物之生也，若晝若遲，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。世上萬物的生長本就處於不斷變化之中，無需刻意為之。若為注定之事過度焦慮，為不可控制之事耗費心力，便是將自己置於痛苦的漩渦，內心彷徨不定，身心備受煎熬。唐朝詩人盧照鄰出身名門望族，自幼生活優渥，人生順風順水。求仕初期，他更是得到鄧王李元玉的賞識與重用，擔任典簽之職。然而，正當他春風得意時，因寫了一首詩得罪了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，從而獲罪入獄。人生首次遭遇變故，他整日整夜難以入眠，憂思過度之下，患上了風疾。好在家人四處奔走打點，他很快獲釋，且只要細心調理，身體本可慢慢康復。但經此一事，盧照鄰的心境如湖面投石，久久不能平靜。他變得小心翼翼，時常杞人憂天。沒過多久，他的父親突然病逝，盧照鄰悲痛萬分，病情因此加重，手腳失去知覺，無法再勝任官職。絕望之下，他辭官回家，最終不堪病痛折磨，選擇投水自盡。古詩云：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生活本就充滿起伏，無人能永遠順遂。面對福禍無常，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調整好心態，風來吹風，雨來賞雨，坦然接受生活的饋贈，痛苦自然會消散。莊子、田子方中，孫叔敖曾3次出任宰相，卻從未面露喜色，也曾3次被罷官，同樣不見他有絲毫憂愁。好友堅吾問他：3次上任，3次罷黜，你心裡作何感想？孫叔敖回答：吾以其來不可卻也，其去不可止也。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，而無憂色而已矣。既該來的無法推辭，該走的無法挽留，得失並非我能掌控。明白這一點，自然不會過度糾結焦慮。莊子說：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生命中的所有經歷，無論美好或糟糕，轉瞬即逝。若事事憂心，耿耿於懷，便如同給自己戴上枷鎖，難以解脫。不如放寬心胸，接納世事無常，看淡人生起落，允許一切發生，才能遇見更多可能，讓一切為我所用，才能變得愈發強大，無懼人生的風風雨雨。莊子說：治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因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人若達到最高境界，內心便如明鏡一般，對外物既不主動迎合，
也不刻意拒絕，如實映照而不存留，所以能承受萬物變化而不受傷害。這世間複雜紛繁，無人能獨善其身，但只要內心不被外界牽動，我們就能在喧囂中覓得清靜，在繁雜中活出簡單，心態平和。人生所遇皆為美好與幸運，心境開闊，無論身處何方，都能保持坦然與從容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